韦应物的滁州西涧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邃的情感内涵，成为了流传千古的经典。而诗中的一句野渡无人舟自横，更是引发了千年的争论与探讨。今天，让我们一同深入这句诗的意境，探寻它背后隐藏的深意，看看这句诗究竟有无寄托。如果有，它又寄托了何种情感与哲思呢？野渡无人舟自横，这7个字简洁而富有画面感。小船在湖面上自由漂浮，没有舵手，没有方向，却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和意志。这幅画面不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，更是诗人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。韦应物，唐代著名的诗人，他的一生充满了波折与起伏。在仕途上，他历经风雨，屡遭贬谪；在情感上，他也曾经历过失去与痛苦。这些经历让他的内心世界变得复杂而深邃。当他站在滁州西涧边，凝视着那片宁静的湖面时，内心的孤独、迷茫与超脱交织在一起，最终化作了这句野渡无人舟自横。那么，这句诗是否寄托了诗人对人生的思考和对未来的迷茫呢？千年来，关于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解读层出不穷。有人认为这句诗表达了诗人对自然的敬畏与热爱，有人认为它反映了诗人对人生的迷茫与超脱，还有人认为它揭示了人生的无常与自由。这些解读各有千秋，却都无法完全涵盖这句诗的深意。那么，这句诗究竟寄托了何种情感与哲思呢？或许这正是它引发千年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。在创作滁州西涧时，韦应物或许无数次地回想起自己的一生经历，他或许在思考，为何人生会如此波折，为何命运会如此无常。这些思考或许正是他创作这句诗的灵感来源。他通过这句诗寄托了自己对人生的深刻感悟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。他告诉我们，人生就像那艘无人驾驭的小船，无法预知未来的方向，也无法控制命运的波澜。但正是这份不可预知和不可控制，赋予了人生无限的可能与希望。虽然时代在变迁，但野渡无人舟自横所蕴含的人生哲理，却跨越了千年的时光，依然对我们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同样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挑战与困境。有时，我们可能会感到迷茫与无助，就像那艘在湖面上自由漂浮的小船一样。但正如韦应物在诗中所表达的那样，即使面对未知的未来和不可控制的命运，我们也要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定的心。我们要学会在孤独中寻找自我，在迷茫中探索方向，在挑战中寻找机遇。或许每个人对野渡无人舟自横的解读都是独特的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经历、情感体验和人生哲学都不同。对于现代人来说，这句诗或许更多的引发了对自由、孤独、迷茫与超脱的思考。它告诉我们，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我们或许无法掌控一切，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和接受。正如那艘小船一样，即使没有舵手和方向，它依然可以在湖面上自由漂浮。同样的，即使面对未知的未来和不可控制的命运，我们也可以保持一颗平静而坚定的心，勇敢地面对和接受一切。在现代社会中，我们或许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空间来寻找内心的平静与自由。我们可以像韦应物一样，走进自然，感受生活，思考人生。我们可以从忙碌的工作中抽身而出，去旅行，去阅读，去冥想，在这些活动中寻找属于自己的那份宁静与自由。正如野渡无人舟自横所表达的那样，即使面对未知的未来和不可控制的命运，我们也要学会顺应自然，随遇而安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在人生的旅途中找到真正的自我和内心的平静与自由。野渡无人舟自横，这句诗不仅是对自然景色的描绘，更是对人生哲理的深刻阐述。它让我们在欣赏诗歌之美的同时，也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。无论时代如何变迁，这句诗所蕴含的深意都将永远启迪着我们。千年争论不休的诗句野渡无人舟自横，你读懂了吗？或许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。这句诗之所以会有千年争论不休的争议，原因是诗句所表达和叙述的意境过于丰富，以至于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不同解读。正如莎士比亚说的，有1000个读者，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这也许是这句诗的魅力所在。
我们也不必把自己的看法和解读强加于别人，只要从中得到心灵的共鸣和愉悦，就达到了诗歌欣赏的目的。你说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